你去过中国重庆吗？不论国内国外的游客，在来到重庆的时候，都会被重庆的城市建设所震惊到。重庆又被称为山城，简单说就是山多，大多数建筑依山而建，起伏的山势和依山而建的楼房，让地图在这里显得用处不大。因为地图是平面的，而重庆则是立体的。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重庆的轻轨，经常穿梭在山上、水上、楼里面，就像是一趟过山车。重庆平地少，所以楼房都是依山而建的，看起来就是层层叠叠的，地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道路常常都要高架来连接，轻轨轨道遇到大楼只能穿楼而过，这大概算是一道奇景了。一旁的江水穿流而过，风景奇绝。所以重庆也被称为神奇魔幻的3D 城市。对于生活在平原的人来说，到重庆去的体验就是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你坐电梯按了10层，还是到了1层。而且对于膝盖不好的来说，要爬好久的楼梯，坐好久的电梯。对于游客来说，迷路是绝对会发生的。有时候想要去一个商场，结果发现商场就在自己的头顶，只不过是100米之上。然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过，在电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或者在不方便的地方，货物又是怎么运送到商店的呢？这就要靠一个传承100年的职业——棒棒，也就是重庆的挑夫。重庆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上游的水陆重镇，历史上曾2次大规模的出现棒棒。19世纪末开埠以来，重庆更是成为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大量的货物都要依赖人工转运。那时的重庆，棒棒军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候，城区开始向上半城拓展，而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靠人力从长江、嘉陵江挑水。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当年在目睹了重庆的挑水夫后，曾画下他的传世之作《八人汲水图》，并题诗曰：忍看8人惯挑担，急登100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挑水工也许就是棒棒的前身。而据《重庆民俗概论》记载，棒棒军规模一度很大，并形成了局、号等行帮组织。同治5年，由昆明迁至重庆的麻乡约教行，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快递运输公司，到上世纪初已经发展为重庆棒棒军行业的大佬。除经营人力运输业外，还开设有自己的钱庄，经营汇兑及现金业务。生意做大了，自然要建祠堂、光宗耀祖。而棒棒出生的老板陈弘毅还颇有些饮水思源的情怀，将他当年入行时用过的扁担、绳子、木杵、垫肩供奉在位于麦子市的祠堂的神龛上，让他们享受子孙后代的膜拜与敬仰。尤其在抗战期间，棒棒军也奋战在一线，在抗战中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将大量人员和10万吨铅川工厂物资由宜昌抢运到重庆。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战役的功臣，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也是棒棒的后代。当他抢运的物资到达重庆后，棒棒军用肩挑被磨的原始运输方式，最后完成了这一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重生的壮举。在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卡尔·麦当斯的镜头中，一群当年的棒棒军抬着沉重的设备在河滩上艰难前行，正午的阳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在遍布乱石的河滩上，脚下的草鞋已经破烂不堪，瘦骨嶙峋的身体显示出他们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的生活境况。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重庆历史上第2次大规模出现棒棒军是在1980年代后。根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志》记载，1983年为搞活经济，重庆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搞运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山城棒棒军由此出现。最盛时，重庆有数十万棒棒在山城上下来回穿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棒棒军的人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逐年下降。有学者曾经长期居住在重庆，在对棒棒这个群体进行长期的人类学调查后，他写了《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相对性》一书。书中把棒棒定义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庆扛着一根竹棒，靠体力劳动支出，以从事人力搬运为主的零散搬运工。
这一轮棒棒军的博兴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而这一时间段也几乎和重庆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同步。人们需要棒棒军从一个地方将货物运送到另一个地方，有可能是粮油米面，也有可能是广东来的新型电子设备，甚至大型家电、冰箱、电视，就连地铁站的安检仪，也可以是他们肩上扛着的货物之一。码头在下头，城市在上头，中间倾斜60度的梯坎上，棒棒们用肩上的扁担与时代一起挑起了这座城市的发展。重庆社科院统计，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城的棒棒军最多时高达40万人。时间来到现代，随着电梯的普及以及货运系统的发达，棒棒军渐渐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2021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位学生做了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调查显示，当前重庆的棒棒数量不足2000人。这是另一部评分高达 9.6 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它真实表现了棒棒军当时的生活。退伍军官导演何苦来到重庆，向在这里做了几十年棒棒军的老黄拜师，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这是专属于重庆标志之一棒棒群体的故事，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因为各种缘由到城市求生活，他们为城市注入基层建设的力量，却在年老后被现代化所淘汰。而大多数的棒棒军在纪录片拍摄的那个10年前，住在重庆渝中区一个叫做自立巷的地方。自立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是被誉为市容毒瘤的18梯众多危房里的一栋。现如今早已经没有了自立巷的存在，但是在当时，自立巷是众多重庆棒棒军的居住地。1月几十的租金，如此低廉的价格，也是棒棒军们一天最大的花销。与外面车水马龙完全不同，自立巷破败不堪，黄色的木质吊脚楼早已年久失修，这里电线混乱，蛛网密布，甚至房顶的补丁也是上世纪材质的金属板。屋内简单的一个灯泡、电热棒或者锅几乎就是所有的电器。在这里，狭小的厨房和饭厅是公用的，厕所也要去街道的公用厕所。做饭更是土灶，棒棒军们要偷偷确认拆迁办们下班了，才能开始生火做饭。没有人知道自立巷自何时存在，只有这里的几个老人知道，在有自立巷的时候，还没有解放碑。在10几年前大规模拆迁的时代进程中，自立巷也被列在了拆迁名单里，拆迁的业主们也能得到丰厚的赔偿。只不过，这些规划与住在这里的棒棒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些棒棒军手里的工具也只有一根粗长的棒子，还有细长的麻绳。2个简单的工具就撑起了几十年来重庆的建设。用片中一段话来总结：爬坡上坎，负重前行30多年，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棒棒的一天经常从早上的揽工开始，棒棒军需要拿着自己的棒子，坐在自立巷外的5一路口，和其他一众棒棒、电工、木匠、石匠、泥水匠、修理工坐在路边等活。没活的时候，就在路边打牌、抽烟，这也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一般运送一次的钱不超过30元。纪录片中，从5一路口的涂料店到洪崖洞，这2公里的路程要背上100斤的货物，穿梭在重庆的街道上。而工钱呢？10块。背着担子，这样的重量不出1公里就会感觉到肩膀的酸痛。而2公里的路则不像在平原地区一样，重庆的2公里包含了上楼梯、下楼梯、爬坡、下坡、急转弯，这样一来就更累了。还有从5一路口送到青年路，快要1公里的距离，将近300斤的重量，15元。挑腊肉从1层送到7层，10元。12箱饮料从1楼送到6楼，12元。还有一次从自立巷运送到七星岗，快要2公里的路程，木板做的小车上驮着电冰箱，在川流不息的单行道车流中到达雇主的新家。这样的来回也只有40元。就是这样，每一天棒棒军们背着轻则几十斤的食物，重则几百斤的货物，行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甚至在狭窄昏暗的楼梯间爬上爬下，赚着为数不多的辛苦钱。
甚至有时候还有别的任务。雇主的勺子掉进了蹲便的下水道，纪录片中的何苦的师傅老黄也只能徒手伸下漆黑不见底的下水道，在里面掏来掏去，才拿到了掉到里面的勺子。在那之后，老黄用香皂洗了3遍，拿到了20块钱。忙碌了一天的棒棒，在没有活干的夜幕，也终于能回到自己租住的自立巷里。经济拮据的稀饭配上酱菜，稍微好一点的炒一个简单的青菜，配上老旧电饭煲里的米饭，就是一顿饭。晚上洗澡也是在洗衣台洗，这里没有电热水器，更没有恒温加热，全靠经验烧水。太热会烫伤，但是不够热，温度又会被洗衣台降下来。春夏秋冬都是如此。在其中有这样几位人物，令人难以忘怀，或者令人唏嘘感叹。一位叫做河南的棒棒君，44岁，来重庆20年，头17年做棒棒，后3年在大排档帮工。他最喜欢的就是在自立巷外的5一路口和牌友一起打牌。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个对于导演何苦存在抱怨的人。当棒棒的纪录片大火的时候，河南在直播间里喊话，到死都不会给何苦拍纪录片。然而纪录片里，河南找到初来乍到的何苦借钱，虽然拮据，但是还是借了几百块给他，河南却不为满足。最后河南把所有钱都输在了打牌上。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他的故事则更为特殊。他俩一起在5一路涂料厂门口揽了10年活。本来因为生病已经不打算做棒棒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有积蓄，又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老杭的婚姻则更为不幸，他的婚姻曾经被第三者插足，老婆也和别人走了。老杭想过用很多种方法杀死抢走妻子的那个男人，也为此准备了砍刀、3棱刀、弹簧刀等工具。很多年前，老杭就开始策划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他先求助一个地痞，地痞承诺只要给他1万块钱，就会让那个男人从地球上消失。当时拿不出钱的老杭远走重庆，当棒棒攒钱复仇。攒到第1个万元后，老杭回乡，决定带着1万块钱去找那个地痞。当天晚上，一个小偷来到了老杭家里，偷走了那1万块钱。老杭无奈，只得返回重庆，再做棒棒。攒到第2个万元后，老杭拿着1万块钱去找那个地痞，却得知地痞被捕入狱，复仇计划再一次落空。老杭决定自己动手杀掉夺妻的仇人。为此，老杭买了第1把刀，砍刀。他说想用这把刀砍死那个男人。后来，老杭买了第2把刀，3棱刀。他说想用这把刀在那个男人屁股上捅一个不好缝合也医不好的伤。再后来，老杭买了第3把刀，弹簧刀。他说只想用这把刀阉了那个男人。但当他把弹簧刀拿在手上的时候，却发现手在发抖，最终还是放弃了。老杭注定做不了坏事，像策划杀人一样，他策划如何花掉收到的100元假币，也策划了半年。终于找到实施的机会，但当他把100元假币调包退回给女顾客时，一切策划好的逻辑语言突然停滞了。他拿着假币进退两难，忍着泪接受对方质疑和盘问。最后看出端倪的女顾客将100元撕成粉碎，说就算做了一次社会福利。假币花了，老杭却高兴不起来。最近，老杭乘着回村，请来师傅为自己打造棺木。他说房子再舒服也只是几十年，棺材才是永久的陪伴。而当然最令人感慨的还是老黄，这位殷勤的棒棒君在和何苦的生活中也道出了他大半生经历。老黄生在一个原本富裕的家庭，作为家中第5个孩子，伴着新中国的礼炮而生。然而命运却对他开起了玩笑，家里被判定为地主，10几亩田地不复存在，父亲变得精神失常，不久于世。落魄的老黄只能在寒冷与饥饿中生存，直到39岁才娶到了一个带着3个孩子的寡妇。他不曾料想自己在外辛苦挖煤3年，换来的只有需要奶粉的女儿和妻子早已出轨的消息。曾想投河一走了之的老黄，把女儿托付给亲戚，
只身一人来到了重庆做棒棒。没想到女儿初中时早恋，和男友生了孩子，便只能早早结了婚买了房。而老黄为了帮女儿还这些年的债，这一做就是20多年，年老加上劳累，最终患上了高血压等麻烦病。无奈为了补贴家用，老黄还是坚守在了重庆的小巷道里，坚持继续做棒棒军。这些年里，大家都评价老黄为人善良真诚。何苦做棒棒的学徒期约定钱全给老黄，可是学徒期结束后，老黄还是推搡着分给了何苦一半。何苦跟随老黄整整1年，期间由于观念不同，也爆发过剧烈争吵。然而两人在经历过困境后，师徒情谊更加深厚。在何苦心里，住在自立巷53号里的人们虽然非常贫穷，却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辉。但是也因为贫穷，自立巷的生活也充满了无奈和艰辛。老黄与棒棒老杭相识多年，两人同在一个点手业务。老杭身体不好，需要花钱吃药，老黄刻意躲避雇主，将业务让给老杭。自立巷53号拆迁时，老黄搬家不及时，打包好的行李因为没来得及拿出，被拆迁队拆房子时盖在了废墟的下面。行李里面装着老黄的身份证和攒了很久的2300元。老黄哭着守了废墟好几天。一天深夜，老杭独自一人悄悄钻进废墟里，满手是血的将老黄的行李给挖了出来。也许当初何苦的本意是记录这个即将消失的行业，记录棒棒军团背后的故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苦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轨迹。何苦在1年内迅速融入棒棒群体，因为身强力壮，也有了蛮牛的外号。他做事认真负责，领导力强，最后机缘巧合下获得建筑工程业务委托。何苦组织棒棒军团，将任务做得漂漂亮亮，因此得到了长期合作权。大时，老杭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老黄的高血压得到有效控制后，转做技术工种，不仅收入提高，对体力的需求也不如以往剧烈。在纪录片结束后的日子，老黄操劳一辈子，帮女儿还完贷款后，在家帮忙带孙子。因为高血压和脑梗塞摔倒在厨房里，之后就一直躺在床上，在断气前和何苦连了个线，走得很安详。老黄的晚年时光，他的女儿女婿很孝顺，值得他年轻时的辛劳付出。而这部纪录片中的其他人，很多最后却没有了音讯。他们就像是棒棒这个职业一样，也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沉没在了繁杂的社会烟火之中。而或许在互联网上不知道的是，棒棒也与全重庆的一次抗议有关。2004年10月18日下午1点，在重庆太白路中段，正是街道上人潮涌动的时候，棒棒于继奎肩上的扁担承载着数十斤的货物，不小心碰到了后面的曾庆荣。这本应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随后曾庆荣打了于继奎一耳光，曾庆荣的丈夫胡全宗则夺过扁担，朝于继奎的脚连续击打。在他泄愤击打的过程中，胡全宗自称是公务员，出事花钱可以摆平，还直接扬言不怕告状，老子10万元钱就可以把你的命除脱。不久，当地警方接报到场，警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话后，就强行驱散周围的民众，并将2人送上警车。警方的做法令围观引起群众公愤，大批民众聚集在太白路，而到了晚上则水泄不通。愤怒的重庆民众们要求政府对此官官相护的事件做出回应，不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绝不善罢甘休。到傍晚时分，聚集的民众近10万人，这10万人中无一没有着愤怒之情，他们对此表示愤怒和抗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晚上万州发生了群众焚烧警车等事件，10万人聚集在一起，表达着他们的愤怒与失望。事后，官方称胡全宗的真实身份是浩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并非局长。且在事件后期，有人肆意煽动、编造谎言、寻衅滋事。在简中互联网上，这件事情或许早已不可查，但是它却极为真实地反映了那时候重庆人民对于棒棒军的感激。作为身负重担帮助重庆发展的棒棒，也是受到了重庆人民的尊重。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棒棒作为挑夫在生活上的另一种不易。在那个年代，
棒棒早已经成了重庆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体现的是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勤劳自立。2009年，在中国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中，市民票选结果显示，重庆棒棒群体入围前50强。那时候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军，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种身份，在工地打工的，还在校读书的，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在他们的选择中，棒棒大多是用时间和力气弥补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选择。这个次要选择自己能做多久，棒棒军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棒棒军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有人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有人还曾试过直播卖脐橙，许多棒棒也在寻找更多转行的可能性。转行送外卖的，上工地的，进厂的，去开滴滴货运的，都有很多。运输工具的变化让棒棒们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搬运工。他们用肩膀扛活，攒够一车就用推车送到楼下，再辗转换成带了电机的大推车，人坐在前面，车把手一扭，毫不费力。那条曾经住满了棒棒军的自立巷，如今早已拆迁，棒棒也消失在了重庆的街头。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年代，有一群人每天背着沉重的货物，行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上，为重庆的今日添砖加瓦。